我的侍女是个穿越女，她说我养了14年的女儿，实际上是假千金，而我真正的女儿刚出生就被人丢去荒山野岭自生自灭。按照原本的轨迹，我和女儿都会不得善终。可就在昨日，我忽然能听到侍女的心声，而她也是昨日才传来的。她救下不慎落水的长宁郡主后，便换了性子。我为什么会知道呢？是因为我忽然能听到夏至的心声。没想到传书这事儿真的会发生在我一个普通人身上。我记得这部小说，夏至说我生活的世界是一本画本。我的夫君许三郎背着我养了个外室，那外室与许三郎是旧识，二人早就定了亲，只等着许三郎高中后便会娶她为妻。然而许三郎进京赶考时，却被定国侯府的嫡次女谢婉宁相中，定国侯颇受天子重用。那谢婉宁的长兄的师傅又是当朝首辅，许三郎相识的名次并不算太好。对于这次会试，他并无太大的把握。为了能一举高中，在谢府的人询问许三郎是否定亲时，许三郎否认了。许三郎知晓谢家一定会派人前去他的老家查证，所以他连夜写了信，花重金让人送回老家。最终，许三郎如愿成了定国侯府的女婿，但二人成婚前，许三郎便已经将老家那位未婚妻接进京中，养在了外头。那外室甚至先谢婉宁一步，为许三郎诞下长女。为了将长女留在府里享福，许三郎设计让谢婉宁早产，趁着谢婉宁尚未清醒，便悄悄将外室的女儿和谢婉宁诞下的孩子调换，而我便是谢婉宁。夏至心中所想，我原是不敢相信的。我与许三郎成婚多年，夫妻和睦，他当初高中探花，这些年仕途顺遂，可他待我和谢家却从未有过半分轻慢，我实在难以相信他会是那般狼心狗肺之人。可我当初生女儿许灵月时，也的确是早产的。夏至是前2年才进府的，对于这桩往事，他不可能知晓。为了验证夏至的那些心声，一日一早，我便带着夏至出了城，前去相国寺上香。因为夏至在心里说过，我真正的女儿如今就在相国寺。在相国寺内，我遇到了一个身着粗布麻衣的年轻小姑娘，只一眼我便断定夏至的心声是真的，因为这个小姑娘与我年轻时候生得极为相似。她的眉心处有着一颗红色的小痣，我记得我生产时隐约间似乎曾听产婆说起过，孩子的眉心长了一颗红色的痣，还说这孩子与佛祖有缘。等我醒来后，许灵月的眉心处却什么也没有，我那时还以为自己听错了，如今想来哪里是我听错了，分明是孩子已经被许三郎给调换了。我下意识走上前同他打招呼，你叫什么名字？那孩子还未回话，夏至的心声便陡然响起。天哪，谢婉宁竟然遇到自己的亲生女儿了，原著中好像没有这段剧情吧？回夫人的话，小女名叫谢楚英。他有些好奇地看着我。谢婉宁的亲生女儿的确叫谢楚英，可原著里她和谢婉宁到死都没有见过彼此，怎么突然就相遇了？难道是因为我穿越了，所以产生了蝴蝶效应？闻言，我心头一酸，下意识便问谢楚英：你可愿做我的女儿？从谢楚英口中我得知，她从小被人遗弃在山林之中，幸得寺中僧人上山砍柴，偶然遇到被遗弃在山林之中的她，将她捡了回来。方丈做主，将她留在了寺中，并取名谢楚英。这些年来，谢楚英从未离开过相国寺，而我并不信佛，从未来相国寺上过香。在见过方丈后，谢楚英随我回了家，我将谢楚英送去了定国侯府，并托我父亲帮我去查当年之事。我虽然通过夏至的心声知晓了许三郎换女的内情，可他的心声只有我一人能听见。要揭穿许三郎的真面目，光靠心声没有实质的证据，那是行不通的。晚上时分，我才回到徐府，刚进正院，侍女便来报：夫人，表姑娘来了。侍女口中的表姑娘名唤苏云一，乃许老夫人娘家的侄女，前些年来京投奔老夫人，老夫人便做主让她在府里住了下来。苏云一来时，身边还带了个小郎君，说是她的儿子。至于为什么孤身一人带着儿子前来投奔老夫人，老夫人没说。我这个做儿媳的自然也不便多问。这些年来，苏云一一直以老夫人侄女的名义住在徐府。老夫人做主让那孩子改姓许，对外便称是许三郎的侄子。许三郎还替他的儿子寻了名师做父子。嫂嫂，苏云一抬脚从外头走来，她穿着一袭素衣，身姿丰盈，笑容也十分明媚。你娘可用过晚膳了？我语气淡淡，因着许三郎的事，我对苏云一自然也不如以往亲厚了。姨娘，她是苏云姨。夏至的心声再次响起。不得不说，许渣男真的是狠人。别人养外室一般都养得远远的，生怕被原配发现。但仙喜可就不一样了，他竟然把外室养到家里来了。不过这苏云逸的身材是真好啊，肉都长在了该长的地方。谢婉宁也是真的可怜，不仅替人养女儿，还给人养外室。我要怎么提醒他呢？唉，听着夏至的心声，我心乱如麻。许三郎养的外室竟然就是苏云一。我与许三郎成婚时，许老夫人便搬来京中与我们同住。这些年来，许三郎对老夫人一直都十分孝顺，空闲时候时常会去陪伴老夫人。那时许三郎说，他母亲自小过惯了苦日子，身上也沾染了不少小毛病，他不愿我为他受半分委屈，所以平日里我便不必去同老夫人请安。我为此感动万分，时常觉得歉疚。可如今想来，
许三郎去看望的哪里是老夫人，他真正陪伴的是住在老夫人院中的苏云一。这也就意味着老夫人对于许三郎和苏云一之事一直都是知情的，她甚至还为他们打了掩护。苏云一带回来的那个孩子，恐怕就是许三郎的儿子。我手脚发冷，苏云一在说些什么，我已经听不见了。好一个许三郎，好一个表姑娘。苏云一是来向我讨银子的。阿慈那孩子如今读书越发刻苦了，每日除了完成夫子布置的课业，他还坚持练字。苏云一说着，脸上多了几分笑意。京城的宣纸昂贵，我每月的月钱都给他买宣纸了，可仍是不够。说不说，这苏云逸的脸皮跟他的胸一样厚啊，竟然有脸校园配讨钱来养他和许三郎的孩子。许三郎的月例大都进了他的口袋，许老太太私下里也没少补贴他，他竟然还跑来问谢婉宁要钱。哎，许三郎！我的视线从夏至的脸上一扫而过，这人心里的话一直就没断过，面上却丝毫未显，倒是个沉得住气的。我强压下心底的恨意，月钱不够，那便省着些花吧。苏云一一愣，似乎是没想到我会拒绝。过去我为了补偿对许三郎的亏欠，老夫人看中苏云一，所以在钱财上我从未短缺过他们母子。许家家贫，起初花的都是我的嫁妆，一年四季苏云一母子的新衣都没断过。谢婉宁有点奇怪，原著里他对苏云仪可谓是有求必应，怎么这回不给苏云仪钱了？而且他今天还把谢楚英给带回娘家了。我靠，谢婉宁该不会是重生了吧？我下意识朝夏至看去，只见他的面上快速闪过一抹惊讶。见状，我不由弯了弯唇角，他倒是敏锐。苏云一没能在我这里讨到银子，转个身便去同老夫人哭穷。老夫人让人拿了50两给他。周嬷嬷压低声音道：“前院那个似乎是打算明年便要下场去参加县试。”闻言，我并未急着开口，而是不着痕迹地看向夏至。我是故意让他听见周嬷嬷的话的，想看看他会有何反应。而夏至也没让我失望。我记得原著里，许愿慈11岁参加县试，之后一路考到会试，次次拿头名。许三郎就是因为许愿慈的聪慧，才决定杀掉谢婉宁的。毕竟许愿慈真的太聪明了，但谢婉宁又不愿意收他当儿子，所以只要谢婉宁在一天，他就做不了他的儿子。因为许三郎为了让许愿慈名正言顺地喊自己爹，便伙同苏云一将谢婉宁给毒死了。不过也幸亏谢婉宁的哥哥争气，在谢婉宁成亲后就一跃成为天子近臣。但凡谢婉宁的父兄有一个不争气的，许三郎都不可能忍那么久。只是可惜，谢婉宁到死都不知道自己给别人养了10几年的女儿，甚至就连定国侯府，在将来也会被许言慈给搞团灭。我让人从司库中拿了一套上好的文房四宝，带着这些东西去前院见了许愿慈。许愿慈正在池边读书。许是过去我从未好好瞧过这个孩子，如今细细看来，倒是有几分许三郎的影子。他继承了许三郎和苏云一的优点，不仅聪明，长得也丰神俊朗。如今不过才10岁，已经十分俊美。就是许渣男和苏云逸的儿子，长得确实好看，可惜那里是个变态。谢婉宁的长兄只不过是疑心谢婉宁的死，他就直接把定国侯府给全部搞团灭了，手段还十分粗暴，直接伪造信件，诬陷定国侯头敌卖国。偏偏前线这时候又打了败仗，谢家也是倒霉。我都忍不住要怀疑作者的精神状态了，怎么会让这么多垃圾玩意儿当男主？我长吸了一口气，对周嬷嬷吩咐道：“把这些东西送去侯府，就说是我送给长兄的。至于许烟慈，定国侯府的东西，他不配用。”周嬷嬷回来时还带回来了一个消息，当年的事情有了些消息，但如今的证据只能证明谢楚英是我的女儿，却证明不了许三郎是那个换孩子的人。父亲让我自己决定是将谢楚英接回来，还是先按兵不动，继续养在侯府。我决定先把许灵月送走，过去不知道自己的亲生女儿还流落在外也就罢了，如今既然知道了，就没道理继续替别人养女儿。至于谢楚英，还是先留在定国侯府，所以我派人去将许三郎请了过来。许灵月不是我的女儿，我是故意这样吓唬许三郎的，就如同我预想的那般。闻言，许三郎的脸色猛地一变，慌忙道：“阿宁，你在胡说些什么？阿月是你10月怀胎生下来的，你这话若是让阿月听到了，她该有多伤心！”我心中冷笑道：“他不是。”我让人将证据一一摆了出来。当年我就奇怪，产婆明明说过我的女儿眉心有颗红色的痣，怎么许灵月没有？原来我的亲生女儿竟被人换走了。我直勾勾地瞧着许三郎，也不知是哪个狼心狗肺的东西，把我的女儿换走后，竟将她丢弃在了荒郊野岭，让她自生自灭。许三郎的脸色又是一变，他似乎是想说什么，但最终却并未说出口。下一刻，夏至的心声便再次响起。孩子是许渣男换的，丢孩子的是苏云逸，他怕留下隐患，就让人把真千金给丢到山林里，想让他成为野兽的口粮。可惜作者没打算让谢楚英死那么早，让他被相国寺的僧人给救了。等等，谢婉宁不会真的重生了吧？原著里他只是到死都不知道自己的亲生女儿是谢楚英的。我让人将当年替我接生的产婆带到许三郎面前。当年谢楚英给产婆留下的印象十分深刻，所以哪怕过了10几年，
产婆仍旧记得十分清楚。许三郎再无话可说。那阿月，你打算如何安置？许三郎试探性地问我，我淡淡的瞥了他一眼，假意道：既然她不是我的亲生女儿，自然是要送走的。许三郎微微蹙眉，我们尚不知阿月的亲生父母是谁，能将她送去哪里？她如今尚未及笄，真让她离开徐府，她如何能活得下去？我冷着脸道：是生是死都是她的命。我说不将她送走，那以后我们的女儿回来后，该如何面对这个抢走她身份10几年的？许三郎道：你当真就舍得让阿月出去受苦？我们家还没落魄到连个小姑娘都养不起的份上。我心中恼恨不已。我可怜她，谁又来可怜我的女儿？她那么小就被丢进深山里，丢弃她的人摆明了不想让她活着。这么多年过去，也不知她是生是死，身在何方。你如此维护许灵月，却对自己亲生女儿所受的苦事而不见，莫非……我故意没有继续说下去。许三郎的面色有些难看。罢了，既然你不待见阿月，那便在外头置半个宅子让她搬出去吧。我睨了他一眼，就你心疼。许灵月，她是我一手带大的，我难道就不心疼？许三郎似乎是没料到我会突然改口，一时间有些反应不过来。我道：将她送去定国侯府吧。许三郎以为我心软了，将许灵月送去定国侯府，是准备让我的母亲亲自教养她。我也是故意让他误解的，只有这样，他才会放心让我将许灵月送去定国侯府。许灵月虽是我亲手带大的，可她与我却并不亲近。过去我不知缘由，还时常自省，许是自己哪里做得不够好。如今想来，这兴许便是母女之间的天性吧。她并非我亲生，不与我亲近也是正常。老夫人和苏云一知晓时，许灵月已经被我送去了定国侯府。老夫人当场便不乐意了。也是，你好狠毒的心肠！阿月平日里最是乖顺，你若是不愿意养她，那便将她送来我的寿安堂，我来养。就连苏云一也用不赞同的眼神看着我。嫂嫂，定国侯府虽好，阿月去了那里，终究是寄人篱下。我故作委屈道：老夫人，旁人误解我也就罢了，怎么连你也不理解我的苦心呢？阿月虽非我亲生，可也是我亲手带大的，我自然也是盼着她好的。阿月如今的身份着实令人尴尬，让她留在府里，免不了会被人议论。但她若能得到我母亲的教导，将来说亲事也就多了几分倚仗。闻言，老夫人神色稍缓，口中却道：那你也不该说都不说一声，便贸然将她送走。况且她与你的女儿年岁相当，便是将来找回那个孩子，对外称作是双生子，也不会有人怀疑。苏云一跟着附和道：嫂嫂这即将阿月送走，莫不是容不下她？我还没开口，夏至便忍不了了。果然人至见则无敌，苏云一是怎么好意思倒打一耙的？徐老夫人也是，一边舍不得谢家带来的权势，一边又想享受苏云一的贴心伺候，对于自己的亲孙女竟然不闻不问。也是，谢婉宁出身显赫，她自己只是个农妇，在谢婉宁面前一直都挺自卑的。但苏云一就不一样了，苏家对许家有恩，苏云一的父母死后，她为了讨生活，一直都在小心讨好徐老夫人。说起来，徐老夫人倒是比许三郎还贪心，2个儿媳她都想要，也难怪她能忍受苏云一在她的院子里和许三郎为爱鼓掌。我努力压下自己的恨意和恶心，跟夏至朝夕相处了些时日，他口中的为爱鼓掌是什么意思，自然是明白的。姨娘，你这是在煮我的心呢。阿月喊了我10几年母亲，我又怎会容不下她？我面露委屈，老夫人不悦地睨了苏云一眼，才道：罢了，那便让阿月留在侯府吧。我明日去侯府走一趟。阿月那孩子是我看着长大的，只有亲眼看着他在侯府过得舒心，我这个做祖母的才放心。苏云一笑了笑：是，阿月能有您护着，是她的福分。我垂眸掩去眼底的嘲弄，想去看许灵月，那也要能进得去我定国侯府的大门才行。老夫人吃了闭门羹，她前脚刚到侯府，我母亲便以带她出去散心为由，将她带去了城外的庄子上。侯府的管家以府上的主子都不在府中为由，连大门都没让老夫人进。老夫人在外头受了气，回来时脸色也阴沉得很。她面色不善地看着我道：谢氏，你让人将阿月送去侯府时，可是说了什么不该说的话？我故作疑惑：儿媳的为人旁人不知道，你难道还不了解吗？我若是那种会搬弄是非之人，那侯府又怎么可能会愿意见到阿月呢？老夫人眉头紧皱：那我今日前去探望阿月，侯府的人怎会连……我心中暗笑，将目光移向苏云一。姨娘在我们府上住了快8年了吧？我若有所思地开口。老夫人面色微沉：你想说什么？我笑了笑道：前些时日，姨娘前来问我讨要银子，这才给我提了个醒。此言一出，老夫人和苏云一的脸色都有些微微不自然。我继续道：姨娘如今还年轻，就这么借住在徐府，也不是个法子。所以我想让我母亲帮姨娘说门亲事。姨娘生得貌美，儿子也十分聪颖，若是能再寻得良人做依靠，老夫人想必也就放心了。苏云一顿时愣住，
他大概做梦都不会想到我会主动帮他说亲。但老夫人一听便不乐意了，她怒道：谢氏，你这是想赶姨娘母子走！老夫人瞪了我一眼，我早前便同你说过，姨娘的父亲在许家有恩，莫说是养着姨娘和她的孩子，便是阿慈以后的亲事，许家也要替她张罗。我面不改色，老夫人，儿媳并无要赶走姨娘母子的意思。姨娘还这么年轻貌美，您难道忍心让她孤独终老？不等老夫人反驳，我又道：听闻礼部侍郎陈大人有意续线，若姨娘有意，儿媳便托人去探一探陈大人的口风。苏云一自然是不愿的。陈大人的亡妻给他留下了2子1女，陈大人即便再娶，陈家也只会留给亡妻的孩子继承。但苏云一若留在许府，他的儿子便是许三郎唯一的孩子，将来整个许家都是许燕慈的。苏云一不傻，他婉拒了我的提议，这也在我的意料之中。我原本就没指望苏云一能答应嫁给许三郎之外的人，我只是要借这个机会逼一逼他们。我倒要看看老夫人接下来该如何安排苏云一。但我没想到最先坐不住的不是许三郎，是许燕慈。他同夫子告了假，便迫不及待地前来见我。许燕慈如今才10岁，个头便已经同我一般高了。他恭恭敬敬地同我行了个礼，便开门见山道：夫人，明年的县试，夫子让我下场去试一试。我微微颔首，此事我已有所耳闻。许燕慈的眼中多了几分自得，10来岁的孩子还不能很好地控制自己的情绪。若无意外，我想来是能榜上有名的。我挑了挑眉，今日前来见我，可是宣旨又不够用了？周妈妈去。我的话还没说完，许燕慈便开口道：夫人，我今日来想是同您说，若您看我母亲不顺眼，待我高中后，我会带着母亲搬离徐府。许燕慈微顿，还请您再担待一阵，我日后定会回报您的大恩大德。许燕慈的反应告诉我，对于自己的身世他是知情的，所以他才敢这么有恃无恐的来威胁我。真好，我还就怕他不知道，我以赔罪的名义给了苏云一一笔银子。我想让母亲为你帮说亲，原是好意，却不想竟叫老夫人和阿慈都误会了。我故作无奈地叹了口气。金玉楼最近又新上了一批首饰，你若得空，便去看看有没有敲得上的吧。阿慈近日读书十分辛苦，你也正好带她出去走走，让她歇一歇。苏云一的眼中闪过一抹得意，爽快地将银子收了下来。阿慈读书的确用功，平日里让她歇一歇，她都不肯的。我顺势夸赞道：阿慈如此优秀，你将来也算是有个依靠了。闻言，苏云一眼底的得意几乎快要溢出来。隔天，苏云一便带着许燕慈出了府，在金玉楼，苏云一偶遇了我前些日子提到那位陈大人，听闻两人还看上了同一支珠钗，就还是陈大人做了让步。晚膳时，许燕慈随口提起了此事，还夸赞陈大人大度。老夫人的脸色却有些不太好看。金玉楼里卖的都是女人用的首饰，他一个死了妻子的人，怎会去金玉楼？许三郎当即蹙眉，母亲慎言。只是目光却不住地往苏云一身上瞟。我打算将他说给陈大人一事，许三郎是知晓的。苏云一见状连忙道：听闻陈大人是去为女儿买生辰礼的。他状似无意地解释了一句，便转移了话题。许三郎到底还是因为这事不痛快了。平日里他去老夫人那里去得很勤，这天过后，他却是一连小半个月都不曾去过老夫人的寿安堂。苏云一也是个聪明人，被冷落了一阵后，很快便意识到症结所在。他亲自下厨为许三郎炖了甜汤，趁着夜色悄悄去了许三郎的书房。两人在书房里待了好一阵，苏云一出来时连发髻都乱了。夫人可要再加把火？周嬷嬷问。不必，不必。我摇摇头道。外头的事情可安排好了？周嬷嬷点头。都安排好了，侯爷亲自派人去做的，保准不会留下任何痕迹。那便好。我本就没指望能彻底离间许三郎和苏云一，他们相互扶持了这么些年，苏云一还为他生下了唯一的儿子，二人之间的情分与寻常的官员和外室终究是不同的。正想着，就听夏至又在心里嘀咕：谢婉宁果然是重生了吧？这套路跟原著里完全不一样了。之前他没把女儿接回来，反而让侯府的人帮着藏起来，我就觉得他肯定是憋了大招。现在看来，我的感觉果然没错啊。不过这样也好，我就不用冒着暴露的危险去提醒他了。希望谢婉宁别手软，搞死那对渣男奸女。我不禁莞尔，原来还是个嫉恶如仇的。老夫人的生辰前夕，府里发生了一桩大事。许燕慈在与同窗宴饮时多喝了几杯，不知说了些什么，竟被太傅大人听了去。太傅痛斥许燕慈是个狂悖之徒。听闻当时除了太傅之外，还有好几个大臣也在，偏偏许燕慈的同窗也多喝了几杯，没眼色的叫破了许燕慈的名讳。有大臣更是痛骂许燕慈妄读圣贤书，许燕慈当场吓得魂不守舍，最后还是店家差人给抬回徐府的。这一夜，许燕慈在太傅面前口出狂言一事，便传遍了整个京城。许三郎气得半死，他看着跪在地上的许燕慈，沉着脸问：你昨日到底说了些什么，才让太傅如此震怒？许燕慈到底年幼，
他跪在地上，大气都不敢出一下。在许三郎踹了他一脚后，许燕慈才小心翼翼的道：“昨日有人提到了仙太子，我便多说了几句。”你糊涂！许三郎气不过，抬起脚直接踹在了许燕慈的心口上。他好半天才顺过气来。仙太子那也是你能妄议的吗？许三郎口中的仙太子乃当今圣上的皇长兄，民间一直有传言称当今圣上的皇位不正。当年仙太子蒙蔽一事便是被当今圣上设计的，内情究竟如何，外人自然不可能知晓。但圣上自继位以来，还无人敢在他面前提及仙太子。许燕慈还真是胆大包天。许三郎又问：“可还记得此事是谁先提起的？”许燕慈连忙摇头：“那时我们都喝多了，不记得是谁先提起的了。”但偏偏他运气不好，评判此事时正巧叫太傅等人给听了去。一旁的苏云一这会白着一张脸，慌忙问：“表哥，这可如何是好？”我瞥了他一眼，阿慈只怕是叫人给算计了。许三郎用赞许的眼神看着我：“夫人说的不错，此事阿慈的确是被算计了。”苏云一闻言焦急道：“那便派人去查，若不能害阿慈一个清白，他来年如何能下场？”许三郎冷哼一声：“旁人既有心算计，又怎会留下证据？再者，他是被人算计不假，但他妄议仙太子时可无人逼迫。”苏云一当场落泪：“我们阿慈将来可是要考状元的，难道要让他一直背负这个恶名？”许三郎无奈地叹了口气：“阿慈考不上状元了。”“什么意思？”苏云一不甘地问。我心中暗笑道：“经此一事，没有人敢为他作保，即便有考官，也不可能会让他的名字出现在榜上。毕竟许燕慈可是被当朝太傅痛斥过的人。”许燕慈彻底废了。许三郎原是打算将他送回老家避祸，可当夜许燕慈便发起了高热，之后更是一病不起。老夫人那边也再也瞒不住许三郎，只得告知老夫人外头发生的事情，就连老夫人都跟着病了一场。苏云一整日以泪洗面，许燕慈一直都是他的希望和骄傲。如今许燕慈莫说是参加科举了，不连累许三郎已是万幸。这事是谢婉宁做的吧？简直是兵不血刃啊！可惜不能说出来，不然许渣男和苏云怡的脸色一定很好看。哼，苏云怡现在一定很后悔，当初为了时常和许渣男见面，住进许家吧。那古人不是喜欢多子多福吗？他要是一直住在外面，还能一直给许渣男生孩子。许燕慈这个大号毁了，他还能有小号接着用。可惜啊，许燕慈废了，接下来是不是该轮到许渣男或者苏云逸了？搞快点啊！我已经迫不及待想看到这对渣男贱女的下场了。我的视线忍不住往夏至身上移，他的内心戏这般丰富，平日里到底是怎么忍住不开口的？因为许燕慈的事，许三郎一连数日回府时脸色都十分难看，偏偏许燕慈如今还病着，他也不能真的强行把人送走。我让人准备了一盒糕点，带着钱去见苏云逸。大夫说阿慈这是心病，心病好不了，用再多的药也没用。苏云一憔悴了不少，这几日一双桃花眼哭得又红又肿。阿慈她不过是说错了几句话而已，却连科举都考不成了。我叹了口气，仙太子之事，就连朝中大臣都不敢提及。阿慈如今还只是个连县试都不曾参加过的读书人，却敢当众妄议，没人敢把这样的人送到圣上面前。苏云一闻言，忍不住又哭了起来。我心中冷笑，面上却丝毫不显。阿慈是我看着长大的，看到他这样，我也很难过。我拿手帕给苏云一擦了擦脸上的泪水。但你是阿慈的母亲，她现在能依靠的只有你了。苏云一用疑惑的眼神看了看我，我继续道：阿慈的父亲早逝，给不了他任何助力。他如今不能参加科举，就算我们许家愿意养他一辈子，可他到底是个男儿，真的会愿意一辈子寄人篱下吗？我长长的叹息了一声，这没有父亲的孩子，当真是可怜。许燕慈这一病到年节前都不曾好，我曾去探望过，她瘦了很多，原本俊美的容貌已经瘦得皮包骨，整日药不离手，却总不见好，似乎已经失去了求生的欲望。苏云一消沉了一阵，那日我去见过她，之后她便又开始注重起打扮来。老夫人因许燕慈的事病了一场后，身子也差了很多。入冬之后，更是隔三差五便要病上几日，就连许三郎的仕途也跟着不顺起来。先是惹恼了上峰，被当众训斥了一顿；后来上朝时又因说错话，被陛下痛骂了一顿，连带着官职都降了2级。许三郎将这一切都算到了许燕慈的头上。若非那小畜生说错了话，我又何至于受牵连？三郎当年能被陛下钦点为探花，是因为我父亲私底下同他说了不少皇上的喜好和陛下想做的事，许三郎投其所好，这才得了皇上的青眼。他能爬到如今的位置，靠的也是我定国侯府背后的帮衬。若非如此，苏云一也不可能甘愿没名没分地葬在寿安堂近10年。可许三郎努力了许久，却因许燕慈的一个错，便官降2级。降下来容易，升上去可就难了。所以，就连平日里最疼爱许燕慈的老夫人，此刻也都没有站出来帮他说话。苏云一双眼含泪道：“表哥，
待过了年后，便将阿慈送回老家吧。他不能参加科举，留在京中只会触景伤情。若继续留下来，还会妨碍表哥的仕途。苏云一难得露出娇弱的神情。许家这些年帮助我们母子的已经够多了，姨娘并非那忘恩负义之人，又怎能眼睁睁地看着阿慈留在京中妨碍许家？闻言，许三郎的神情也跟着变得柔和。老夫人难得开口：“你倒是个识大体的。”除夕那日，许燕慈被解了禁足，晚膳刚用了一半，苏云一却突然作呕。姨娘这是怎么了？可是身子不适。苏云一面色苍白地道：“没事，许是闻不惯海味的味道。”我朝周嬷嬷使了个眼神，然后道：“这些海味是侯府差人送来的，原是想着让人做了，大家一块尝尝些。既然姨娘闻不惯这个味道，那便让人撤了吧。”许三郎却道：“那便将位置换一换吧。既是侯府差人送来的，若是撤了，岂不是糟践了侯爷的一片心意？”苏云一欲言又止，但许三郎都这样说了，他也只能作罢。期间，我故意提起被送去侯府的许灵月，苏云一原已经打算告退了，听我提起许灵月，又强忍着不适留了下来。不多时，周嬷嬷便带着一个大夫回来。我看姨娘似乎身子不适，让钟妈妈去请了大夫。说着，我便示意大夫上前去给苏云一把脉。苏云一怀孕了。在听到大夫的诊断时，许燕慈看苏云一的眼神中多了几分恨意。等大夫走后，我才缓缓开口：“姨娘，孩子是谁的？”本爷助理谢婉宁死后，苏云一又给许渣男生了2个儿子1个女儿，没想到现在提前了。屋内的气氛顿时凝固，苏云一一个劲的流眼泪，却始终一言不发。良久，许三郎才站了出来道：“阿宁，姨娘的孩子是我的。”许三郎面露愧色：“前些日子我心中烦闷，便多喝了几杯，恰巧姨娘有事找我便做了对不住姨娘的事。”许三郎想来拉我的手，被我躲开了。他讪讪道：“如今姨娘既然怀了身孕，那我也不好再当做事情没有发生过。所以你想给她一个名分？”我平静的道。许三郎点点头：“总归是我对不起姨娘，我该给她和孩子一个交代的。”我明白了。我故意装出难过的模样。你要给她名分可以，但她只能做妾。我乃堂堂定国侯嫡女，你若是想娶她做平妻，别说是我，就算是我父亲也不可能会答应。老夫人闻言开口道：“阿月被你送走了，你自己的孩子又没找到，如今姨娘好不容易怀孕，便是让她做平妻，想必定国侯也是能理解的。”老夫人状似无意的看了眼我的小腹。若你能为三郎担下笛子，三郎又何至于……母亲！许三郎神色不悦的打断了老夫人的话，夏至翻了白眼：“这老东西果然跟许渣男一样不要脸。谢婉宁为啥不能生？那还不是因为你担心将来拿捏不住他，就暗示苏云逸给他下了绝子药吗？正好苏云逸又给许渣男生了儿子，这会儿竟然还埋怨起谢婉宁来了，真不要脸啊！”我缓缓闭上眼，原来如此，我生女儿时难产，半只脚都踏进了鬼门关。那时大夫说我伤了身子，日后子嗣方面怕是要比常人难上许多。后来我却再没怀过孩子，我还以为是自己的问题。加之许三郎不曾纳妾，我心中便越发觉得亏欠。老夫人私下里给我请过许多大夫，都无能为力。如今想来，只怕那些大夫都被老夫人收买了，所以无人说破我曾被下了绝子药一事。如今回想起，我过去为了给许三郎再生个孩子，喝下那一碗碗汤药，我便恨不得一巴掌扇在他们脸上。但现在还不是时候，我若是同他们撕破脸，只会打草惊蛇。我定要撕开许三郎这伪善的嘴脸。我让人不着痕迹的将苏云一主动提议要将许燕慈送回老家的事情透露给了许燕慈。许燕慈看似没什么反应，只是那日之后便开始在自己的院子里走动了。自被太傅痛骂狂悖之后，许燕慈整日病着，连房门都不愿出半步。除夕那晚，他还是被人抬去用膳的。苏云一许是出于心虚，并没有去看许燕慈。我让人收拾了个院子。姨娘先前是以表姑娘的身份住在府里的，如今既然要给你做妾，再住在老夫人那里便不合适了。许三郎有些尴尬的道：“你做主便是。”我怀疑许燕慈废了之后，许三郎便打消了要毒死我的念头，否则他也不会同意让苏云一做妾。我将目光移向苏云一。妾室与平妻不同，按照我朝律令，做主母的可是有权处置妾室的生死的，你可想清楚了？苏云一摸了摸自己的小腹。姨娘如今怀了表哥的孩子，做不做妾已经由不得我了。说到底，只能怪姨娘自己命苦。许三郎面有不忍。阿宁，姨娘胆小，你说这些吓唬她做什么？我激介道。你被阿慈牵连，我忙着求父亲替你筹谋奔走，你却在忙着和别的女人卿卿我我。许三郎，你哪来的脸指责我？我借故开始和许三郎冷战，就连家中琐事也一并甩手不管。我将库房的钥匙交给了老夫人，然后收拾细软回了定国侯府。许三郎的俸禄并不多，日常开支倒是勉强可以维持，可他还要养苏云一和许燕慈，又要出去和同僚应酬。老夫人还是个爱显摆的，他那点俸禄就不够看了。这些年我没少拿自己的嫁妆出来补贴家用，
我如今把库房的钥匙交给老夫人，我倒要看看她拿什么来补贴家用。母亲得消息早早就将谢楚英接了回来。一阵子未见，谢楚英似乎长高了些。我轻轻拉起谢楚英的手，乖孩子，再等等，母亲会还你一个公道的。许三郎将他和许灵月调换一室，我并未瞒着他。谢楚英有些羞涩地抱了抱我，温声道：“母亲，我想见见许灵月。母亲带你去。我此番来，便是要去会一会许灵月。”许灵月被我母亲藏在京外的一处庄子上，有仆妇专门看管着，但不会有人和许灵月说话。她能活动的范围只有她的院子。如今还不是谢楚英露面的时候，所以去见许灵月时，我让谢楚英戴上了帷帽。许久未见，许灵月瘦了些许，许是在庄子上的日子并不如意。许灵月整个人都显得有些阴沉。见我出现，阿月便迫不及待地朝我跑来，她猛地跪在我的脚边，抱着我的腿哀求道：“阿月不想待在这里，求你接我回去吧！我以后一定听您的话，阿月，求您了。”我不是你的母亲。我甩开许灵月，送你出府，那也是老夫人的意思，你回不去了。不可能，老夫人最疼我了。许灵月不相信。我要见父亲。我居高临下的看着许灵月。父亲正忙着纳妾，又怎会记得你？纳妾，父亲要纳妾了。许灵月跌坐在地上，我勾了勾唇道：“是啊，你父亲他要那姨娘为妾了，姨娘怀了你父亲的孩子，就连阿慈都要被他送走了。”故意没提许燕慈惹下的祸事，许是觉得亏欠了苏云逸，又或者是想故意给我难堪。许三郎纳妾那日，老夫人在府上摆了宴席，就连侯府这边都收到了许府送来的帖子。母亲气得想去许府撕烂老夫人的脸。许三郎纳妾，我这个做主母的自然得在场。苏云逸正跪在我脚边给我敬茶时，许燕慈却突然站了出来。她说自己的生父是许三郎，就连被送出府的许灵月也是许三郎的女儿。我操！许燕慈这是要玩同归于尽吗？这个男主的确很疯。当年夫人的女儿出生时，是许三郎亲手将我的姐姐和夫人的女儿调换的。许燕慈说这话时，满脸的恶意。母亲是他青梅竹马的未婚妻，为了攀上定国侯府，他便伙同。我母亲蒙骗了定国侯府的人，做了谢家的乘龙快婿。起初他只是将我母亲养在外头，然后为了能日日私会，便让我母亲以老夫人侄女的名义住进了许府。许燕慈笑得十分痛快。这些年来，他每一次去守安堂给老夫人请安，都会在那里和我母亲温存。按照他们原本的计划，待我高中后，他们便会毒死夫人，好给我母亲腾位置。如今我废了。许燕慈还想说什么，许三郎终于反应过来，让人堵了他的嘴，但已经足够了。托老夫人想给我添堵的福，当晚许三郎和许老夫人的那些谋划，便在京中传得沸沸扬扬。父亲连夜派人来许家，将我的嫁妆全部抬回侯府。临走前，我兄长将许三郎痛殴了一顿。孤独还不识子呢，你连畜生都不如！谢婉宁的哥哥大人好帅啊，可惜英年早婚了。陡然听到夏至的心声，我险些没忍住笑出来。阿宁，你听我说，许燕慈说的都是假的。你我夫妻多年不相信我，难道还要去相信一个被太傅说过狂悖的人吗？许三郎不甘心地道。我抬起脚往许三郎的心口来了一脚。等着被陛下摘无纱帽吧你！翌日，我父亲当着朝臣的面痛哭流涕，将许三郎的罪状一一细数，铁证如山。许三郎辩无可辩。许三郎不仅丢了官职，还被贬为庶人，被特许与许三郎和离。皇后下了懿旨，赏老夫人苏云一和许燕慈一顿板子。念在苏云一有孕的份上，他那顿板子便由许三郎代起受了。许灵月被送回许府时，许家除苏云一外都在挨板子。前来传旨的公公见状，命许灵月在一旁看着。许姑娘可要下眼睛瞧好了，免得日后犯相同的错。许灵月被吓得瑟瑟发抖，连大气都不敢出一下。板子打完时，老夫人和许燕慈都已经半死不活了，但许燕慈仍旧在笑。你们跟我是一家人，我要下地狱，你们也该一起陪着，不是吗？想抛弃我，你们做梦！我将夏至带回了侯府，我问她是否愿意做我的义女。夏至微怔，心声却不断响起。谢婉宁咋突然要收我当义女了？难道是她发现什么了？不对啊，我隐藏的这么好，她不可能发现的。所以她到底为什么会要收我当义女啊？我真的好奇死了。但我不能问。周嬷嬷给夏至使了个眼神。夏至还愣着干什么啊？夏至愿意。我将她扶起来，轻笑道：好，日后你便是我的义女了。若没有夏至，只怕我真的会像话本里写的那样，到死都不能和我的女儿团聚。我和谢楚英会不得善终，就连侯府也会跟着受牵连。夏至是我和谢家的恩人，但此事我却不能告诉任何人，否则光凭夏至能预知这一点，便会给他带来无尽的麻烦。所以我才决定收她为义女。有了这层身份，至少可保她后半生无忧了。许三郎被贬为庶人后，原先的许府也被收了回去，他们变卖了所有家产，
黯然离开了京城。听闻老夫人觉得这一切都是苏云依和许愿慈害的，恨不得食其肉饮其血。苏云依为了和许家人纠缠下去，许愿慈竟奇迹般的养好了身子。许三郎一行人离京那日，我带着谢楚英悄悄去看了一眼，短短数日，许三郎便仿佛老了10岁，早已不见当初的风雅。让他们死太便宜他们了，我要他们好好活着，然后相互折磨一辈子。2月后，我与母亲前去相国寺上香时，遇到了一个小姑娘。母亲说那孩子与我年轻时极为相似，便找来方丈细细问了那孩子的来历。方丈说那孩子无父无母，是寺中僧人上山砍柴时捡回来的，寺中至今还留着那孩子当时穿着的衣物。我认出那是我亲手为自己的女儿缝制的衣裳。在许三郎被贬离京后，我十分幸运地遇到了自己的亲生女儿。世人皆道这孩子是有福气的，事情传到圣上的耳朵里，也笑赞谢楚英这孩子有福。若在我与许三郎和离前被找回来，他免不了会被人议论。但如今我已经与许三郎和离，她便只是我定国侯府的姑娘，许家的赃污与她又有何关系呢？在我正式认回谢楚英那日，夏至的心声也十分活跃。原来母亲迟迟没有将谢楚英认回来，是打的这主意啊！将夏至收为义女后，我在她的心声里便从谢婉宁变成母亲了。难怪都说父母爱子，则为之计深远。不对，不包括许渣男。说起来，这个时候许渣男一家应该已经回到老家了吧？可惜不能亲眼看到他们惨兮兮的样子，差点忘了过几年前谢要吃败仗，我还得想想怎么提醒母亲，好让谢家趁机立个大功。唉，今天也是想砍渣男。